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塔克历史频道，我是 Rachel。苹果前阵子已经正式发售最新的 AirPods Pro 3了，那我已经入手了。这次 AirPods Pro 3呢，有一些令人期待的升级和一些新功能哦，包含更强的主动降噪、更长的单次续航，以及首度为 AirPods 系列加入的心率感测功能，甚至在防尘、雨抗和看水等级部分也提升到了 IP57。那在运动通勤或长时间使用的体验都会更好。那接下来这支影片呢，我会带大家快速了解这一次 AirPods Pro 3有哪些新变化，并且呢也会把重点放在 AirPods Pro 3必学的16个设定和新功能教学。同时呢，我也会实测大家最期待的即时翻译功能哦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苹果教学或 3C 开箱，记得先订阅我们塔克女子频道哦。那现在我们先来快速开箱一下，打开盒子之后，最上面就是 AirPods Pro 3本体。那这次呢，我有额外刻印文字，所以在配对或使用的时候 ，iPhone 上面也会同步显示这一段刻印，还蛮有专属感的。接着看到耳塞的部分 ，AirPods Pro 3这次一共有提供5种尺寸的耳塞，原本预先装在耳机上的是 M 尺寸的，那在盒子里面呢还有 XXS。还有 XS、S 和 L 4种尺寸，能贴合不同的耳型。那这边额外教大家一个换耳塞的小技巧，就是通常如果我们要换耳塞的话，你可能都会是像这样直接拉扯嘛，那这样其实有可能会造成耳塞损坏，而且其实也不好用。那这边呢，我推荐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去拿一张卫生纸，整个包住之后呢，你大力的往外拉，就可以把原本的耳塞拆卸下来了。那接着呢，你就可以去装上其他尺寸的耳塞，比如说呢，我想要装 S 的，然后它这个其实它的耳塞是椭圆形的，所以你就对好之后装上去，这样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那建议大家戴上耳机之后呢，开启设定，然后点击你的 AirPods Pro， 然后往下滑，找到测试声音密合度的部分，直接点进去，然后呢你就开始继续。接下来呢，系统就会帮你判断现在的耳塞尺寸呢是否密合，这样才可以确保你的降噪效果和音质都发挥到最好哦。那在详细介绍 AirPods Pro 3使用设定之前呢，我先带大家看看这次最令人期待的新功能，也就是即时翻译。它的效果呢，真的非常惊人哦。那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呢，我们需要先点进去设定，然后点进去你的 AirPods Pro， 滑到下面，这里会有一个翻译的这个选项，你直接点进去它这个语言。然后呢，在首次使用的时候，你需要先下载你需要的语言。那下载好之后呢，当你想要进入即时翻译的时候，你只要双手按住 AirPods 的耳机柄。那它就会开始进行即时翻译了，或者呢，你也可以直接开启 iPhone 内建的这个翻译 App， 然后切换到即时，这边呢也可以直接开始翻译哦。现在我直接实测一次给大家看哦，我用电脑播放英文的 YouTube 影片，那这时候我就按住两边的耳机柄，让 AirPods 进入即时翻译模式。它现在呢就直接把英文翻译成中文，然后直接讲给我听了。它的速度呢真的非常及时。我在耳机里面呢，也只会听到翻译后的中文，而且同时 iPhone 也会显示逐字稿，不只是语音而已，视觉上呢也会看到翻译内容。如果我在这时候开口讲英文，那它也会帮我把我的中文翻译成英文，你就可以点击播放给对方听了，等于说在双向沟通部分都没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带着 AirPods Pro 3出国旅行，或甚至是进行跨国会议，那我们只要戴着耳机就真的可以完成跨语言交流了。不过即时翻译这功能呢，其实不仅限于 AirPods Pro 3哦 ，AirPods Pro 2和 AirPods 4主动降噪款都可以使用。其实当我使用 AirPods 即时翻译功能的时候呢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哇，救星来了！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厉害，出国点餐问路都可以靠它搞定。不过实际体验之后呢，我反而有一点小反思，这样真的可以解决我的语言焦虑吗？因为那种想要跟外国人多聊两句，然后想要真的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感觉，是再厉害的翻译都取代不了的。我自己的英文巅峰呢，大概就是在高中考学测那时候，考完之后就越来越少讲，然后很多都忘记了，也不太敢开口。那我自己前阵子出国玩要英文沟通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的英文真的退步超多的。那为了加强自己的英文口说能力呢，最近我就有在用 Speak 这一款 AI 英文口说 App， 也是前阵子羽球金牌国手李阳代言的那一款。我很喜欢 Speak 的地方是，它是一款呢真的可以让你开口的 App 哦，这一点我觉得超级重要，因为很多人呢，包括我自己在讲英文的时候都是比较没有自信的，很怕讲错，想要练习也不知道找谁讲。但在 Speak 里面 ，AI 已经帮你准备好超多不同的对话主题，我们随时随地呢都可以打开手机跟 AI 练习口说英文，甚至呢也可以自由建立想要聊的主题哦。Hi, where are you traveling to? I love hearing about people's journeys. I am traveling to Europe, like Germany, France, and North Europe. That sounds amazing. What cities are you planning to visit in Germany and France?
那在练习过程中 ，AI 都会及时帮你修正文法、单字和用词，就算你讲错了也不用怕。从影音课程到跟着开口复诵，到用情境来自由对话，由浅入深，又可以视程度来调整学习内容，学起来很有系统和效率。用下来真的会发现自己越说越顺，不知不觉就在开口说英文了。而且 Speak CP 值的真的超级高，像一般线上家教的课程呢，每个月至少要花好几千块嘛，但 Speak 年度会员换算下来呢，每个月只要不到300元哦，它还不限时间，想要练就练。那如果你也想要跟我一样加强英文口说，可以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和置顶留言区的塔克专属优惠链接。现在呢有年度会员299的折扣优惠哦，一定要从链接点进去才会有优惠。Speak 让英文一切好说。那首次使用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要先在 iPhone 上面打开蓝牙，然后你就打开充电盒，靠近 iPhone。那你的荧幕呢就会跳出这个配对的视窗了，几秒钟就可以完成连线。这部分呢跟以往的 AirPods 系列一样，非常直觉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想要把 AirPods Pro 3配对到其他装置，像是 Windows 电脑、Android 手机或是任何支援蓝牙装置，那因为 AirPods Pro 3已经取消了机身上的这个实体按键嘛，它现在机身上没有任何的实体配对按键，所以呢，当你想要进入配对模式的时候，你只要像我这样打开充电盒，然后你确保耳机都有放在里面，就直接对着正面这边呢，直接轻敲2下。让它进入这个白色的闪烁模式，就代表它已经进入蓝牙配对模式了。这样你的装置呢就会找到这个 AirPods Pro 3。AirPods Pro 3一样有支援很方便的触控手势哦，大家可以先点开设定，然后点进 AirPods Pro， 那这边呢就可以设定手势了。比如说呢，我把左侧的这个按住 AirPods 设定为 Siri， 那之后呢，当我戴上耳机，按住左侧的耳机柄呢，就可以触发 Siri。右侧呢，我则是保留聆听模式。那等于说呢，我可以透过按住右侧耳机柄的方式来切换通透啊、适应性模式或是降噪模式。不过呢，像如果你平常不会用到适应性模式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取消勾选，那它就只会在通透和降噪模式之间让你快速切换。而且很方便的是，当你有来电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透过按一下接听，按2下拒接。而且在通话期间呢，你只要按下耳机柄就可以静音或是解除静音，非常方便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希望可以像我这样用手直接向上或向下滑动就可以调整 AirPods 音量的话，那我们只要确保在这个辅助使用里面，然后呢，你有把音量滑动控制这功能打开，那你就可以直接在左侧或右侧 AirPods 的耳机柄上面呢向上或向下滑动来快速调整耳机音量了。当然啦，当 AirPods 正在播放音乐或影片的时候呢，我们随时都可以从控制中心这边快速调整。你只要长按 AirPods 的音量控制，然后在这边呢，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聆听模式啦，或者是否要开启对话感知。那聆听模式点进去呢，还可以切换通透、适应性或者是降噪，等于说你完全就不用再一定要进入到设定里面，非常方便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苹果表示这一代 AirPods Pro 3的主动降噪呢效果是比上一代强了2倍。那我自己戴上耳机实测呢，当我在街道上啊、车流量很大的路口或者是户外比较嘈杂的地方使用时，它的降噪效果呢真的非常明显。戴上之后呢，几乎可以把背景噪音压到很低，像是车声、人声、风切声都会被大幅的减弱，让我真的可以完全专注在音乐或是音讯内容上，不太会被周遭的声音干扰。另外，这个对话感知功能的意思是呢，当你戴着 AirPods 听音乐，然后跟别人开始讲话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的帮你把你耳机里面的音乐音量降低，同时减少背景噪音，让你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可以听得更清楚。那假设呢，我现在是开启降噪模式，然后我就突然开始讲话，那系统呢，它就会自动把模式呢切换成通透，这样我就可以很自然的跟别人对话，而不需要手动去停止音乐或是调整设定。那这项功能呢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大家都可以自由根据自己的偏好去设定。AirPods Pro 3也首次加入了心率感测功能。那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呢，我们要先进入到设定里面，然后点击 AirPods Pro 3往下滑，然后你要确保你这个心率的功能有打开。那开启之后呢，你只要把耳机戴上，那 AirPods 呢，它就会自动开始侦测你的心率，不需要做额外的操作。那它测量的资料呢，全部都会自动同步到 iPhone 内建的这个健康 App。你只要打开之后，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搜寻，然后点进心脏。然后按下这个心率，这边就可以查看你自己心率相关的数值了，甚至还可以看到长时间的这个趋势的变化。等于说呢，我们随时都可以透过 AirPods 的心率感测功能来掌握自己的生理状态。那除了可以在健康 App 直接查看心率之外，如果你平常有在运动的话，那这项功能对你来说会非常实用哦。我们就打开这个健身的 App， 然后切换到体能训练。那这边有各式各样的体能训练项目可以给你选择。那当你开始执行某一项运动训练的时候呢，
只要你有佩戴 AirPods， 那它一样呢都会帮你自动侦测心率。在右下角这边，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个心率是有连接到 AirPods Pro 3的，甚至呢，它还可以帮你算出你消耗的卡路里。等于说你在边运动边听音乐的时候呢 ，AirPods 它就默默帮你记录这些生理数据了。苹果这次也为 AirPods Pro 3支援了相机遥控功能，让我们可以透过 AirPods 的手势呢来控制 iPhone 或 iPad 拍摄照片和影片。那要使用这功能的话呢，一样先点进 AirPods Pro 的设定，然后在相机控制下面这边点进相机遥控器，然后这边你可以选择偏好的手势，例如是按一下啦，或是按住。那我这边呢是选择按一下。接着，当你想要透过 AirPods 来远端遥控 iPhone 拍照或者是录影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把 iPhone 呢架在你想要拍照的地方，然后打开内建的这个相机 App， 看你要切换到照片啊或是录影模式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时候你必须要至少戴上一边的 AirPods 耳机。那当你想要开始拍照或录影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在 AirPods 耳机柄上面按一下，或者是按住，根据你之前刚刚设定的手势。那我像的话，我就是按一下。那这时候呢，它就会开始倒数3秒，并且呢也会有闪光灯来提醒你。那录影的话呢，则是当你把 iPhone 切换到录影模式之后，你按一下，它就会开始录影了。你再按一下就可以结束。那这项 AirPods 远端控制 iPhone 相机的功能呢，就很适合用在自己独旅啊，或者是团体照、拍照等情境使用。虽然我们每次打开 AirPods Pro 3充电盒的时候呢，都可以在 iPhone 看到耳机和充电盒的电量嘛，但如果呢你也想像我一样，可以直接在 iPhone 的锁定画面啊，或者是桌面清楚查看自己充电盒和耳机电量的话，那其实我们可以使用内建的这个电量小工具哦。那首先在锁定画面的部分呢，你只要长按它，然后按下置顶，接着点一下这个小工具的区块，好，我先把它移除好了。然后呢，找到电池这个小工具。然后你这边可以选择你想要小的或者是大的。那假设我只想要这种小的，好，加进来之后，你只要点一下这个小工具，然后把它自动关掉，然后按下选择，把它改成 AirPods Pro 3。那这个的话就是耳机的电量。然后呢，你再点一下另外一个这个图示，一样把自动关掉，然后改一下装置，把它改成 AirPods Pro 3的这个充电盒。好，现在就完成咯。按一下储存。这样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 iPhone 锁定画面呢，一次看到耳机的电量和充电盒电量剩多少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是在 iPhone 桌面你想要呈现这种的话，我们一样呢，只要长按 iPhone 桌面，点一下左上角的编辑，按一下加入小工具，然后往下滑找到电池。那这边呢，你可以选择这种小的，或者是中型的，或者大型的。我自己是选择中型的，因为它至少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百分比。然后你把它加进来之后，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放的位置，按一下完成。那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 iPhone 桌面看到详细的这个电量百分比了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要更精确的查看左右耳的电量各是多少，那首先你只要确保你2个耳机都先放进去，然后打开充电盒，先拿出其中一耳，就这样，在 iPhone 的桌面上面呢，就会显示左右耳的电量各是多少了。说到电量 ，AirPods Pro 3呢，还有一个一定要开启的设定，叫做充电通知。我们只要先点进设定里面，然后点进你的 AirPods Pro 3，往下滑，点进去电池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充电通知功能给打开。那之后呢，当你的 AirPods 电量不足或者是已经充饱电的时候 ，iPhone 呢都会主动跳出通知来提醒你哦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及时的掌握耳机的电量状态了。如果你习惯会带着 AirPods 听音乐或者是听 Podcast 入睡的话，那 AirPods Pro 3呢里面的这个入睡自动暂停播放音乐功能也会让你很喜欢哦。我们一样的点进 AirPods 设定之后往下滑，然后呢把在入睡时暂停媒体这个功能给打开。开启之后，当你睡觉的时候，如果带着 AirPods 入睡，那它就会在侦测到你已经睡着时自动暂停音讯，避免持续耗电。如果你是影音创作者啊，或者是会常常录音的人，那我们也可以把 AirPods Pro 3当做专业的麦克风来录制高品质的音讯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开启 iPhone 内建的这个设定 App， 然后你点进去这个音效与触觉回馈，点进去输入，把它从原本的 iPhone 麦克风改成预设的 AirPods Pro 3。那之后呢，你就直接开启你想要录音的 App， 像是相机或者是语音备忘录等等都可以。那我这边就直接以相机为例，那我切换到录影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开始录影了。那开始录影之后呢 ，iPhone 呢它就是会透过 AirPods Pro 3的麦克风进行收音，来进行高品质的录音。而且你随时呢都可以点进控制中心，然后按下上方控制项目，然后这边呢你也可以自由去更改想要录音的这个麦克风。除此之外，你在下方这边呢也可以选择你其他想要的一些模式。如果
果你希望可以在控制中心快速播放一些像是白噪音啦，或者是开启即时聆听功能的话，首先你先打开这个控制中心的画面，然后长按下，进入编辑模式之后，按下底部的加入控制项目，然后呢，你直接输入听力，我们把这个长得像耳朵的这个听力功能给它加进来。好，因为我刚刚已经加入了，所以它是在下面这里。那加进来之后呢，你只要点一下这个耳朵的图示，就可以快速查看电量以及耳机音量的分贝是否正常，还有一些耳机的调节功能、背景声音和即时聆听。那其中的背景声音点进去之后呢，你还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各种的声音，可以帮助你更平静。然后按下左上角这个开关呢，就可以选择开始播放，或者是也可以关闭。而下方这个即时聆听功能呢，则是可以让你把 AirPods 当做一个监听器，等于说呢，你只要把 iPhone 放在某一个地方，那当你佩戴 AirPods 的时候，就会听到 iPhone 周遭的声音。另外呢，当你在播放音乐的时候，你点进这个听力，那它会显示你耳机音量呢是否正常，让你可以掌握耳机播放的音量大小，避免伤害耳朵听力哦。这次苹果呢为 AirPods Pro 3搭载了 H2 的晶片，而充电盒则是采用新一代的超宽屏技术，所以精确寻找的距离呢可以扩大到1.5倍。那要使用这个功能之前呢，我们先点进 AirPods 的设定，然后确保你有开启这个寻找网路功能，然后点一下显示与寻找，那你的 AirPods Pro 3呢才会出现在你这个寻找的装置里面哦。那之后，当你临时找不到耳机或充电盒的时候呢，我们只要在 iPhone 上面打开寻找 App。然后在装置里面找到你的 AirPods Pro 3，点进去，然后这边呢你还可以选择你是想要找充电盒啦、右边的耳机或者是左边的耳机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的全部都是放在一起的话，它就会显示这种同一组的。那现在假设我的都是分开的，好了，那我现在想要找我的右耳机在哪，你就点进去。然后这边你就可以选择你想要播放声音啦，或者是寻找。点选播放声音的话呢 ，AirPods 就会开始播放提示音来让你找到它。或者是呢，如果你确定你的 AirPods 就在你的附近，那你可以点进这个精确寻找。寻找的话呢，它会有很详细的路线指引，告诉你它的确切位置哦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很怕把 AirPods Pro 3用一用就忘在某个地方忘记拿，那你一定要点进内建的这个寻找 App， 然后点进你的 AirPods Pro 3，把这个离声通知功能给打开。那开启之后呢，只要你的 iPhone 侦测到你与 AirPods 的距离过远，或者是你离开了某个地点，但是耳机没有带走，那 iPhone 呢它都会跳出通知来提醒你记得要带哦。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小细节，就是下面这个不传送以下位置的通知，你可以把自己的住家地址呢加进去，这样就算呢你从家里出门然后没有带 AirPods， 那它也会判定是被遗落在受信任的地方，因为有时候你就是真的是想要放在家里没有要带出去嘛，这样它就不会一直跳离声通知来提醒你。虽然 AirPods Pro 3可以让我们尽情享受音乐啦、看影片和玩游戏，但同时保护听力也变得非常重要。建议大家可以点进设定 App， 然后按一下音效与触觉回馈，滑到下方这里有一个耳机安全性，点进去。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降低高音量功能给打开。那开启之后呢，只要你 AirPods 耳机里的音讯的音量超过设定的安全分贝范围，那 iPhone 呢就会自动帮你把音量降低，避免被突然的大音量音讯轰炸到耳朵。长期使用呢，更可以保护你的听力哦。那除此之外，如果你想要追踪自己平常的耳机音量是否在安全范围，我们也可以点进内建的这个健康里面，然后按下右下角这个搜寻，点进听力，这边呢它就会记录你过去的耳机音量状态，包含了是否超过建议的分贝啊、平均音量和铺路量等等。如果你希望自己带着 AirPods Pro 3的时候 ，Siri 可以直接在耳机里面帮你播报 iPhone 的通知内容，这样你就不用一直拿起手机查看的话，那这个功能呢你一定要开启哦。首先我们点进内建的设定 App， 然后往下滑，点通知。接着在 Siri 下方这里有一个播报通知的功能，你点进去，你把这个播报通知打开，然后确保呢要开启耳机的这个选项。而下方这里呢，则是可以设定要播报哪些 App 的通知。比如说我希望带上 AirPods 3的时候，有收到 LINE 讯息的话，那 Siri 都要帮我念出来，让我在耳机里面直接听到。那这边呢，我就直接找到 LINE， 点进去，然后开启播报通知。甚至呢，你还可以设定是想要所有通知，或者是仅限一些重要通知，以及具时效性的和私人讯息的通知等等。如果你的 AirPods Pro 3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或者是你单纯想要重置你的 AirPods 的话，那我们先在 iPhone 这边呢找到你的 AirPods Pro 3，然后按下忘记装置，然后呢你就打开你的 AirPods 的充电盒，
接着直接在正面这边双击3次，也就是1次、2次、3次，让它呈现这个闪红灯和白灯的状态，就表示呢你现在已经可以重新配对了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介绍与教学的16项 AirPods Pro 3必学设定和新功能了。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功能呢？或是这次你们有没有入手 AirPods Pro 3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最后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3C 开箱或苹果使用技巧，别忘了追踪与订阅我们塔克运势频道。拜拜。